欢迎回来 Rider ATS， 我是你们今天的主持人阿豪，还有我Jermaine。没有错，在2025年的时候呢，我们做了一个比较够力的挑战啊，就是我们租下了一个场地风场，来把马来西亚销量比较好的5台10万块马币以下的车款拿出来做一个比拼。那一部影片的流量真的是可以讲很够力一下了，而且留言区啊也非常多人踊跃的留言，要我们再做第2集。那今天第2集来了，我们要把第2集做得更给。那这一次呢，我们当然是要把预算提高起来啦。这一次的预算，我们从原本的10万块马币提升到了15万马币的马来西亚 Sedan 车款。那15万马币的 Sedan 车款，相信很多人头脑里面一定会爆出2个田，一个是丰田，还有一个就是本田，其中一台本田就是本田 Civic， 还有一个就是 Toyota 丰田的 Corolla Altis。那相信很多人可能看到这里就觉得2台车不够看，一定要再增加嘛。那其实，在马来西亚很遗憾的，15万马币左右啊，是买不到什么 Sedan 车的那种。那有没有机会我们在15万块里面可以买到 B segment 呢？二手，其实二手也是 acceptable 啦，因为我们在上一部影片吸取了很多观众给我们的一些意见，吸取了大家的意见之后，我们觉得二手车只要不是太老，也是可以参与这一种对决。所以我们今天迎来了的第3台车，不再是日系车型了，我们就找来一台实实在在的德系纯血统 BMW 3系列，插了一辆 D segment 进去啊，可能有些人就会觉得有一点不公平啦，但是大家要记得，我们今天的对决是马币15万左右。当然有一台车，相信很多人都有兴趣，就是 Mazda 3。不过 Mazda 3这辆车，我们去做了 research， 做了研究。2.0 版本的 Mazda 3，它是超过这个预算。那 1.5 版本的 Mazda 3，这样就很难跟今天的对手们来较量了。我觉得它来较量很可怜啦，它的马力、它的排量就是这样子而已。讲到马力，讲到排量，相信很多人都知道，本田 Honda Civic FE 这一款车，从以前就已经有一段名言流传到今日，买本田就是买引擎送车。那15万块左右买了这一粒 Honda iVTEC 1.5 的 Turbo Engine 呢，你可以得到什么？173 horsepower 的最高马力峰值，220 Nm torque， 新车哦。不过比较遗憾的是，压箱是一个 CVT 变速箱，所以这就是买引擎送车的 Honda。再来我们的另外2选手，相信大家也是耳熟能详啦，就是来自 Toyota 的 Corolla Altis。从小时候就一直有听到这个黄金招牌啦，尤其是都有讲到，最主要就是车脚够舒服，再来就是这个 maintenance 等等方面都会很经济实惠啊，就是一个大家都可以接受的车型啊。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已经把主题 set 到非常明确，就是15万以下，我们要买一台 Performance Sporty Sedan。那 Corolla Altis 能不能胜任这个 Sporty Sedan 呢？对它还是保有一些期待啦。我们来讲一下 BMW 3系列，这一台是一个330啊。其实我们一直在网络上面借车，想要借到320啦，比较公平。但是我们借到是一个330，也可以算是一个最顶配的3系了啦。我们不要讲 M Power 啦，算是普通人买得到比较高端的一款 Sport Sedan 了。那这一台330呢，引擎方面它应该就是我们现场排量最大、输出最强的2000cc 涡轮增压引擎，而且还有宝马引以为傲的 Ride and Handling， 这一点我个人很期待。不过大家一定要记得，它是一台二手车，因为我们把预算 set 在150千嘛。当年这一辆车新车的时候是一款320多千的新车啊，现在已经在120到150之间上下了，年份新一点贵一点，年份旧一点便宜一点。15万以下 Sport Sedan， 我们有日本车了，我们有德国车了，有没有中国车？其实没有啦。这个级距 Sedan， 不要讲中国车，我觉得你在这个级距里面你要找一台 Sedan 车都很难。所以我们不能只有3台车，我们一定要有多过3台车才好看嘛。这个影片我们就增加了多一台马中混血车，也就是我们上一集影片的冠军车 Proton S70。但是这一台车呢，它好像是4辆里面最小辆啊。对，它算是 B Plus segment。我们讲15万吗？它又少过10万哦，少很多，而且是少很多。它的最顶配才9万多，可是它确实是马来西亚买得到的新车，然后是 T segment。我们上次试的是还没有改款的，这一次是4改，可能会有不一样，可能 handling 会有不一样，马力会更加好，这
个不知道啦，要上场溜溜一下。Proton S70啊，这一次它用了一个很够力震撼的价格啦，来发布这辆车。我们也是有去了发布会，也有了解过这台车。它已经换上了全新的 IGT 4缸涡轮增压引擎，它的引擎输出啊是这4辆车里面排名第2的，最大马力181 PS， 差不多是179 horsepower 左右，290 Nm 头。所以等一下呢，我们将会换上我们的赛车服，也会邀请一位特别来宾来我们今天的节目，没有错，就是我们的 Hiwei-san。大家好，我是 Hiwei-san， 我是一个赛车手，我是漂移2024年 BSDS Overall Champion， 我是漂移啦，不是Sepang啦。OK， 既然要去Sepang赛道里面跑之前呢，我们还是要看一下每一台车各自 interior 的这个分数怎么样啦。像这一台就是 BMW 330，它的 steering wheel 哦，还有它的 dashboard 上面，可能它是用那种亲肤材质啊，久了会有点黏黏的。你看日本车哦，我们用了很多年都不会有这种没有问题的。讲坐姿 ，BMW 最引以为傲的就是驾驶体验，所以这个 driver side 一流啊，一流啊，真的是这个腰靠到这个座椅哦，是还蛮硬的啦，受这个支撑呢，我觉得确实是有 sporty 的感觉啦。没有缺点，当然有缺点的，可能是因为它的牙箱还是 engine 占了很大面积，还是它有 long shaft 去后面，所以它的 center console 很肥大，它有点顶我的左脚。副驾也是嘞，腿部的空间比较窄一点哦。我们来看一下后座，坐3个人是怎样的成绩啦。D segment 的后座，到底 segment 这个东西是这样子来做一个评估的？是以 wheelbase 吗？还是以引擎排量吗？还是马力？这两个3系列的 wheelbase 啊是2851嘞，可是啊，怎么这样窄的？我们3个是肩膀贴肩膀了嘞，瘦都瘦不到的那种啊。马来西亚人有肥矮高瘦各种不同形状的人啊，我们就让我们的 Jason 来客串一下那个比较大致一点的角色。你觉得？不可以，我也不可以，很明显不可以啦。因为这辆车它有 long shaft 去后轮，中间有一个超大力拱起来的。我现在坐在中间啊，我的脚也不懂要放哪里，已经放到他们的脚，腿靠腿了。这个后座 no good。OK， 我们来看下一辆车的前后排是怎样的表现呢？这个前排呢，虽然呢 design 方面不像那个 BMW 这样fancy啦，可是呢，我自己个人啊比较喜欢这种 less is more 的感觉。Dashboard 全部都是软材质啦。我觉得这个椅子啊，虽然是不如刚刚的 BM 那么的硬，那么的有包覆性，不过它更多可能强调舒适吧。不过缺点不是没有啦，荧幕超级无敌低的那个 resolution 啊，我是很难接受。这个是什么年代的东西来的？你看这个我不懂，你们在画面上看到是觉得怎么样啦？反正它就是超级无敌的低清。那其实前排啊，虽然讲这个是 C segment， 刚刚是 D segment， 我觉得以那个宽敞舒适度啊 ，Civic 是更好。所以你讲什么 D segment 一定大没有的，不是这样子。而且我觉得也是 Honda 的强项啦。我们来看一下后座表现啊，是不是 C segment 打赢 D segment 就是这样来的？这个后座呢，我自己个人觉得啦，坐起来是比3系列舒服啦。腿部的空间是有啦，不过横向的空间好像就还差不多。不过你要讲整体的舒适性 ，Civic 还是比较舒服一点。那刚刚3系列呢是2851mm的这个轮距嘛，这个 Civic 呢是2753，差10cm，可是讲真的，坐起来是 OK 的。横向的表现呢还是挤了，其实，而且还有一个优点，中间没有隆起那么大力。所以现在呢，我们就来看第3台车 Toyota Altis。其实今天的这个比拼啊，我自己最不看好的就是 Altis 了。我们先不要讲动力配置，它就是输到完了吧。可是 Interior 我觉得也不是我的菜嘞。首先有一个我觉得不好看的中控屏幕，这个 Dashboard 啊，不懂为什么我感觉它就有一点 Barodo 的那种味道啦。OK 啦，它是软材质，很多大面积软材质。不过 Driver side 前面硬好硬那种啊，这个空间感 C segment 它肯定是比 Vios 来的大，但是还有比 Civic 大吗？可能它的 dashboard 设计比较这样，所以我的脚可能可以去比较前面一点点，空间魔术感觉上比较大，所以我们看一下后座怎样的一个表现啦。OK， 窄啦窄，又窄又顶头，可能是因为它的椅子发泡棉比较肥，这个我觉得完全就是为了舒适而做的妥协啦。尤其是我坐中间啊，真的很高。不过其实讲真，旁边哦，可能就是因为恰好它够肥，这个座椅我觉得是还蛮好坐的。3辆车我们这样坐下来，椅子好不好坐 ？Altis 的好坐，空间大不大 ？Altis 的不大，而且还蛮有压迫感。OK， 现在我们来看那辆最不被看好的 Proton S70 10万以下的 C segment 可以有怎样的表现？
OK，Proton S70 2026年版本，4辆车里面最便宜的车，但是是4辆车里面唯一一辆有天窗，这个 reverse 不 camera 只有 reverse camera，甚至它连这个还有360，这个是Honda给不到了。空间方面，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它是 B segment 车，或者 B Plus， 或者 C whatever。我的体验是它的前座的空间确实真的不错。Dashboard 方面也是全部都是软材质，不过这里是 Hard Plastic 啊，10万倍一下真的，还有什么好嫌弃？它是4辆车里面啊唯一一辆用 DCT 的，它的那个换挡的那个顺畅度啊是很好。不过如果要跟 CVT 比 ，CVT 肯定是更顺畅啊。OK， 讲回空间，我们现在来坐一下后座。很奇怪的，为什么这个后座会这样呢？肩膀贴肩膀，没有刚刚那个需要顶起来的那个感觉。所以你看 segment 这个东西到底要怎样讲？所以你看啊，我们拍了第一个系列，给人家讲不公平，因为 S70是 C segment。你看我们现在拍这一集，看有没有人讲，难道它会变 D segment？ 不会吗？它真的是比 BMW 的后座来得更加宽，比 Altis 的头顶空间更多，跟 Civic 打到有来有回，而且这辆 S70的中间隆起是最小，所以我的脚不会放在你们的位置，所以它就变宽了。你看这个体验方面的东西就在这边加分了。4辆车啦，这样子比较起来，前排分数应该打到有来有回，差不多一样。我们讲后排了，最后一名我肯定是给 BMW， 空间利用不是很好，没有办法，因为它有 long shot。第3名Altis沙发好坐，不过空间不好。然后第2名跟第1名呢 ，S70跟 Civic， 我觉得他们可以算是平手。舒适性或者这样空间感，真的跟所谓的 segment 没有真正的一个关联了。其实接下来马力最强的也是 BMW 了。我们进赛道里面测的时候，不知道可能他走最慢。我会给 BMW 的车主超出来啊！反正就是我觉得真的 Proton 做得很不错这一次。当然也要非常感谢我们今天这一部影片的干爹啊，赞助我们所有的开销，让我们有机会为大家带来那么精彩、那么好看的对决影片。比如说，我们的干爹就是70迈呢，最近刚刚发布了一款全新的3摄镜头行车记录器，就是我手上这一台70迈 T400。那这一台70迈的 T400呢，不仅可以实现前后高清拍摄，还可以做到车内拍摄。所以今天这一部影片呢，我们带大家来到雪邦赛道，就是要把这4台车开进去做测试，看谁的 performance 是最强的。这4台车在进行测试同时呢，我们也会为每一台车各自安装上70迈最新的 T400，监控在赛道里面的所有画面，还有 driver 我们驾驶员的画面，一切精彩影片都会由这一台70迈的 T400所收录。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想要购买这个 T400的话，把这一部影片看完过后，到我的影片左边这边有一个小格子，点击进去就可以直接传送到70迈官方 Shopee 网店，在那边就可以查看跟我们同款的70迈 T400的价格了啦。那现在就让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内容啦。没有错，我们要玩就玩大的，直接把这4台车开来雪邦赛道一个封闭式的赛场来做测试。要对这4台车做什么样的测试呢？其实很简单，因为我们的车上有安装一个非常专业的计时器，就是 Race Box 还有 Race Corner。我们等下的任务呢，其实很简单，就是我把其中一台车开出去驾3圈，第1圈是 warm up lap， 第2圈做时间，第3圈 cool down， 驾回来换你开，你驾3圈，我驾3圈，我们把那一台车最快的圈数拿出来，4台车做比较，因为这4台车都是面向于平民百姓的这些普通车型，所以面向于公路使用者的情况下，我们把这4台车开来雪邦赛道做测试，把最极端的 performance 压榨出来，才可以证明这4台车谁是最强的。其实我有一个问题，你不觉得这个设定很奇怪吗？这个车怎么会在这边？这个马力又高，扭力又高，不属于这边啦，太贵了吧？这个对，因为我们其实是要多元文化，我们不可以每次拍车都是国产车、日本车啦，没有欧美德系车不好看。可是我们如果把预算设定在15万马币左右买不到新车的嘞。这辆车如果年份比较旧一点，可能2020年、2021年13万买到了，年份再更新一点，可能15万左右。G20系列的3系，这样不是对这些不公平？这些国产车、日系车，那个更不用讲了。没有什么好公平不公平，因为我们把价钱设在这里，我们就要把这个价位里面的比较有 performance 的车型拿出来对决，来看一下到底谁才是 performance 之王。所以你是对它有特别大的信心，对吗？这个应该是赢完的了，我这样其他就不用看了啊。我反而觉得 Civic 才是最有看头，因为大马力未必
好价。我知道你有 Civic，你不用这样讲话嘞。你赚了多少钱？不是，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因为首先我有 Civic， 再来就是 Civic Type R FL5 跟 Civic FE 阿邦阿爹。哎，CVT 喂，CVT 不是，我要讲是车脚差不多，阿邦阿爹车身结构差不多。我觉得好的 ride and handling 才会衬托起一辆车的圈数。动力强劲不好驾没有用的。等一下试看看啦。Highway 声 DCT 才是赢家，这 CVT，这个车尾有点不受控。哇！一遍遍跑190 km/h， 这辆车马力真的好，扭力也好，刹车也好。哈哈 S70。2分钟50秒正，还可以更快，肯定可以更快。可是因为刚刚有被顶到一下下。这次的4缸 engine 真的有力，加上这个 DCT 啊，太容易驾了。我刚刚驾 BMW 的时候，我整个很怕的啊，心惊胆战。我感觉我转了 steering， 它要跟我对抗，可是这辆车我转哪里它转哪里哦。车尾很听话，太爽了。真是一辆好车，很不错的这辆车，很不错。Civic 一辆车脚很好的车。这个椅子包覆性不好啊，我感觉我整个人甩来甩去啊。不太行啊！CVT 我们出弯了过后，一脚油门下去的时候，你可以感觉到它为了保护那个牙箱哦，它的力来到不是我要的那个力，懂吗？你看啊，我转弯的时候，我要给油门点不到了，它的 CVT 它没有办法，好像 DCT 还是 AT 这样咬合啊。它的车身结构很好，可是它的牙箱真的拖累整台好车啊。哇，又可以比70万。哎呀，我已经尽力了。一直以来大家都讲 Corolla 的卖点哦，就是它的车脚。让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车脚有几厉害。我不是因为有比 Civic 厉害，我更不是有比 S70 厉害。brake 哦偏软呢，我踩的时候啊，它感觉0到70% 哦，那边感觉是比较软的。对比起之前 BM、Corolla 还是 Proton 啦，这个 brake 没有让我这么好的体验，但是它的 handling 讲讲都好啦，哈，带有一点 Type R 的元素，它的确是不错的。
的 steering 的这个转向角度要转很大，才可以去到我要去的方向。比起 BMW S70还是 Civic， 它的转向角度是最多的。所以你看我在 Turn 4的时候，我 steering 要转很多，那个车才会去我要去的地方。而且 1.8 虽然它的排量不算小，但是 NA 就是 NA， 没有办法，它爆发不出我要的那个力。跑起来啊！9/3，什么东西？OK， 经历了刚刚我们把这4台车都开进雪邦赛道里面做了测试过后啦，我们要来总结这4辆车的排名了。不过在总结之前，我们当然还是会分享我们在这雪邦赛道里面驾这4辆车各自不同车款的各自感受。我们先来讲心目中的最后1名啦。我觉得成绩就是一切。我刚才驾这4辆车驾到最慢的 Corolla Altis， 我的最快圈速3分09。我问我为什么这样慢那个车？我应该是3分05。我还慢你4秒。轮胎哦，因为Altis是他先驾了过后，我们无缝切换，直接换我驾，所以轮胎 weak 了 ，brake weak 了。但是你是第一个驾的人，都只做3分05，你懂3分05是比我的 MyV 还慢嘛？不过我的 MyV 是 race car 啦，所以不同奖嘛，所以我把这个 Altis 放在最后。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这个 Corolla Altis 它的转向，很多时候我要转多一点才会去到我要去的地方，反而 CV、BMW、S70没有这个问题，所以我把它放在第4名。我的第4名啊 ，Civic 啊，虽然啊 ，Civic 啊，不可能 ，Civic 做很快，它的 handling 不错，尤其是轮胎很咬地很 grip， 但是它的 brake 啊，我不懂为什么没有给我信心，我踩0到60% 哦是空的，才深一点才 feel 到 ，OK， 那个 brake 已经 gap 了，你知道吗 ？brake 才是一切啊，车马力很快没有用，你 brake 不下来啊，太烂。你真的把 Civic 放第4？真的，我以为我把 Civic 放第3已经很差了。brake 啊很重要，我看过10直线啊没有 brake， 直接冲去那一边15弯，我很怕刚才冲过去了，所以我早就斩 brake， 但是 handling OK 啦，就是 brake 那边真的是太失望了嘞，我不懂为什么这样子啊。我跟他有不一样的见解啦，我把我的第3名啊给 Civic 的，我自己的 Civic 啊 caliper 是 FL5 的，我换了，所以你懂吗？我刚刚驾那辆 Civic 我觉得没有 brake 第一点，可是我不知道是我自己的问题嘞，还是因为我每天驾的车的 caliper 是 FL5 的嘛，然后它 weak 一点正常啦，可是我不知道它到底是不是真的很 weak， 我反而比较明显感觉到 Civic 的缺点在于它的 CVT， 你懂吗？我每一次出弯过后，我一开油，懂 CVT 是由钢带来驱动的嘛，它可能是要保护它，不要给它打路啊，所以它会有一个缓和期，然后再咬它。转弯我一开油的时候会那个油来的比较慢，所以我很难做时间。所以 Civic 这辆车其实它直线很强，它的 cornering 很好，但是它被它的压箱拖累。这辆车我驾不到快了，我驾3分02的3分01这样。你驾 Civic 最快多少？一样啊。所以你的第3名是 Corolla， 为什么 Corolla 会赢 Civic 啊？是因为 Corolla 它真的是有给我 brake， 我 brake 它是马上咬的，虽然它走得慢，但是我觉得啦，可能我先驾哦，我反而觉得它听话，它屁股不会甩，感觉上哦，它的安全系统啊，它没有介入太多，我就喜欢这种比较纯粹的感觉。虽然它真的很慢，柴油不会动，但是它就给我们一种信心啊。你懂为什么 break 得到吗？就是因为慢。你慢，你什么 break 都 break 得到吗？Civic 就是它的动力很强，可是它停不到。那在揭晓第1名跟第2名之前呢，我们当然还是要感谢今天的干爹，我们的70迈，让我们有非常好的过程来测试这4台车，然后也可以把我们测试车的过程记录下来。所以你们看到的那些 B-roll 啊，那些车内车外的画面，都是由这一台70迈的 T400所记录下来。3颗镜头的相机，这个造车里面的镜头很好，尤其是给那种做 Grab 的，很多精彩的故事啊，可能就在这个镜头里面发生。所以刚才我们驾车方面一切都由他来记录，非常感谢我们的70迈干爹，然后让我们有这个机会制作一个算是大制作吧。我觉得应该没有几组人做这样的东西啊。OK， 好，我们现在要公布我们的第1名跟第2名了。既然是要公布第1名、第2名嘛，我直接讲我的第1名啊。我们今天的主题其实 set 到有一个标准在 Best Performance Sedan， 动力与操控最好的 Sedan BMW 330i， 它就是我的第1名了。你懂吗？那辆车讲真的，我不是很会驾 rear wheel drive 的车，我随便驾2分50秒，我觉得我还可以再快，但是我怕，因为那辆车它的屁股有一点 corner， 我踩大一点，我感觉它要出，我怕。你这种驾前轮车
车的呸，这种车啊才是适合你们拿来跑赛道的。你听那 F1 讲嘛，那个 driver 啊，前轮车呸，FR is the best。所以你的第一名是一样 BMW， 因为它的屁股很听话，听话，尤其是我这种玩漂移的嘛，等 brake 一转，它屁股会跟着 rotate 哦，这个感觉就是我喜欢的，最小的角度就可以进了。我要反驳你，Best Performance Sedan 啊，不是面向于赛道用途，是街用。今天要传达的是啊，15万以下可以买到的 Best Performance Sedan 也要街用可以用，可以 BM 可以，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操控 Rear Wheel Drive 的车操控那么好。对啦，那种 Arus 可以啦，那种 Rear Wheel Drive Avanza 可以，可是这是大马力 Rear Wheel Drive， 但是我还是把它当第一名，因为它确实是有给到我要的那一种爆发力，一出弯车头一直了，我一踩马上来，那个爆发力，什么 Civic 啦 Altis 没有了。的确啦，在这个4辆里面呢，它的 performance 是最好的，而且我真的也随便开就250了。为什么我随便开呢？因为车坏了要修，很贵啦。这种欧美德系车啦，买二手车的风险就是你可能日后保养会贵一点，掉价。对，而且还有一个重点哦，这个 G20系列的330啊，我其实是有做了一系列的功课，它的tie rod 啊，几乎每一辆连新车都会中，所以那个还要花钱的。但是撇开那一些啊，它还是第一，它还是 best performance Sedan。OK， 我的第二名是 S70啦，没有什么好讲，一样啦。当然它有优点有缺点，我先讲它的优点。它的优点就是新的这个4缸引擎很平顺，爆发力也够。再来它搭配的变速箱啊，不像 Civic 这样用 CVT， 就是我 corner 的时候，我一给油门，我就感觉到那个牙箱咬合啊，它马上咬合给到那个力，马上出完。这一个动作呢是 Civic 给不到。我也这样觉得啦，因为 DCT 毕竟它还是多 clutch 啊，它不是 CVT。CVT 我觉得如果我们再加多几圈啊，它的缺点就更加的明显，因为还是对，还有热链条嘞。如果你 remap 一下啊，你就知道了，它会断。所以刚刚我加 S70 的时候啊，我做的圈数是2分59，一样。你有 push 完吗？push 完，我是还好，我觉得我还可以快。我觉得啦 ，S70 啊，轮胎这个也是我要讲的嘞。如果啦，轮胎啦，你用跟 CVT 一样啦，我 guarantee 快多3秒4秒。这个肯定有，因为它现在用的轮胎是原厂配置轮胎，那辆 Civic 的轮胎是 Continental MC6的。我们把那个轮胎 swap 一下，你懂那 Civic 应该会跌3-4秒，然后 S70 又快3-4秒嘞，肯定的。这个 S70可以用这个普通街胎，可以做出259啊，我真的觉得很厉害了。我们拿综合表现来讲啊 ，engine 输出它输 BMW 啦，但是它是其他3辆车里面最大的，181 PS 嘛，290 Nm torque， Civic 170多 PS 罢了，240 Nm torque， 没有记错。对。Altis 我们直接不要看它。我们再来讲它的变速箱，也不要看 BMW 了，它是3辆里面最强 ，DCT Dual Clutch， 而且是 Wet Clutch。综合引擎跟变速箱方面，我觉得 S70 这一次的表现，再加上它已经是4缸了过后了，真的是很不错。再加上啦，我觉得 S70 能够在这边啊排第2名啊，你想下高配多少钱？多不到10万吧 ？Civic 多少？14万左右。Altis Corolla 哦，也是10多万了。所以啦，这个波段用这么低的价钱呢，又有 turbo 又有力。今天的主题啊，如果我们把它换成性价比啊 ，S70 肯定第1名，但是我们的主题是 Best Performance Sedan， 它也可以拿第2，它很强啦，其实，而且它是新车，330是二手车，这个二手的东西啊，有时候那辆车你买回来 condition 好 ，condition 不好，一切都是可遇不可求。这个我们要 remark 一下，打下那个疫苗一下，因为我怕给人家骂，你为什么掺一辆二手车进来，这样不如掺一辆老的911，可能也是100多钱，对吗？包赢的吗？我们的条件其实设到有一点模糊，我们要的东西是有德国车啦，欧美德系，然后要有日本车，要有国产车，然后这个国产车又是 Malaysia 跟中国车的结晶。其实还有什么 Sports Sedan 是能够跟这些车匹配的哈？所以我在这一部影片选车的时候很难做决定，才把330放进来。本来我是要找320的，找不到。如果今天330换成320啊，说不定它的圈数就没有那么厉害了。我不相信。所以接下来我们当然有机会的话，还会为大家做更多类似这样子的封闭场地测试，而且是非常残酷的，一切都是由数据来讲话。权威的 Sarawak Drifter 冠军 MSF Overall Championship 第2名，为你们试车，这个说服力应该还算有的啦。好，今天的这一部影片大概就先讲到这边，接下来你们还想看什么样的对决？当然，为什么做了2集都是 Sedan 呢？因为我自己偏爱 Sedan。如果你们想看什么 SUV 啦、MPV 啦、Hatchback 啦，欢迎在留言区打上来。SUV 打战打到乱了，我现在。可是我们可以不要做这种赛道吗 ？SUV 我们就以 SUV 取向，家庭使用，家庭也可以进赛道的吧？还进赛道，要很花钱啊！喜欢我们的影片，不要忘记订阅、按赞啊，还有记得 subscribe。
subscribe 我们的 Kiwi Sing 的 YouTube channel， 还有 Facebook page， 还有小红书，还有 IG， 通通都可以 follow 起来。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拜拜。Real stats, real speed, real grip on the line. We ain't influencers, we ain't no clowns. But we're alive, we hold it down. Real test drives, real reviews, no factory scripts, we speak the truth. From Zapine to the streets, push it to the edge. Feel the G-force balance on the razor's edge. Don't talk to me.